特纳斯急急忙忙找到多米提安，告诉他延误运粮船的证人已经被送到港口。国王很快就会知道粮食短缺的始作俑者就是亲弟弟，所以必须把暗杀计划提前。多米提安不敢动手，特纳斯决定亲自下手。多米提安慌忙地把哥哥叫了出来，可还没等他们下手，提图斯忠诚的将军出现了。他打断了这场暗杀，他把证人带到的消息告诉了国王，并表示自己会寸步不离。这也在暗示多米提安很可能会做出对皇帝不利的事。国王瞟了一眼等在不远处的弟弟，两人心照不宣地暗藏杀机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，我是吉利波。今天我们继续将死之人的最后一集。布拉维安决斗场的表演还在继续，接下来上场的是夸梅和维果。生死未卜之前，他们习惯性感谢对方以示告别。夸梅和维果要上场了，为这场庆典献祭自己的鲜血和生命。但这一次主持人宣布他们俩互为敌人，观众爆发出期待的欢呼，但夸梅和维果拒绝互相屠杀。于是再次有人被带了上来，一个是夸梅的小妹妹，一个是维果的儿子。为了保住家人的性命，他们不得不拼死一搏。多米提安强装镇定地回到座位上，若无其事地和哥哥寒暄。看着眼前这场残酷的决斗，身为统帅的皇帝提图斯都感到内心不安。他询问弟弟这是否是他的杰作。这种决斗简直是考验一个人的良知。多米提安尴尬地笑着，对他来说这无关什么良知，这些人本来就是奴隶和战俘，决斗场是能够让他们的存在产生价值的场所。在这里，他们的名字被人提起，上演英雄和死亡的精彩表演，得到上万人的围观和喝彩，让他们蝼蚁般的人生变得精彩夺目。他们应该感谢才对，但多米提安只能表现得谦卑顺从，更别提是在这个凶险的时刻。卡拉也来到了决斗场，在流浪儿的帮助下，他顺利地溜了进去，见到了瘫倒在地上的安东尼亚夫人。在那个小窗口，他看到了自己的女儿和儿子。命运真的要让他一次性失去2个孩子吗？卡拉崩溃地看着外面惊心动魄的战斗。将军的到来让刺杀的机会转瞬即逝。特纳斯无奈地离开后庭，穿过通道。他忽然看到被刺杀死去的犹太公主，尸体边的卷轴尤其眼熟，他赶紧捡起来藏入袋中。但是他刚走出来，就碰上了禁卫军统领。统领得到消息，阴谋可能已经被败露，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，杀掉唯一知情者特纳斯，就可以死无对证了。当统领正在安排手下抓捕特纳斯灭口时，特纳斯听到了，并赶紧躲了起来。决斗场上的战斗还在继续，夸梅已经没有力气了。维果倾尽全力的攻击，致使夸梅失去了武器，两人开始肉搏，但始终双方都无法对对方下死手。最终夸梅抓住机会割伤了维果，并补了一刀。看着维果再无还手之力，夸梅站起来请求一个赦免。全场的观众在夸梅的请求下纷纷表示赦免，但是皇帝提图斯站了起来，他询问弟弟的意见。多米提安同意赦免，不过这次皇帝提图斯完全不想遂了弟弟的心愿，直接给了一个必死。夸梅无可奈何地再次和维果决斗，维果请求他无论如何救下自己的儿子，夸梅也最终杀死了维果。在欢呼声中，安东尼亚夫人转身离开，她受够了这些杀戮。忽然，决斗场回荡起木剑的呼声。皇帝提图斯干脆就取下了挂着的木剑，走下场，慷慨激昂的致辞后，把代表自由的木剑赏给了夸梅。劫后余生的夸梅转身与妹妹拥抱，接着就把自由之剑递给了妹妹。闻讯赶来的艾莉亚跳下场，带着朱拉离开。母亲卡拉在后场堵住了两人，让他们先到特纳斯家等自己。然后他见到了一脸失望的特纳斯。皇帝转身上来就叫弟弟跟自己一起走。多米提安想留下，但哥哥丝毫不给他机会。
多米提安自知这次难逃一死，站起身就命令士兵杀死维果的儿子，这令垮梅愤怒不已，无可奈何地看着维果的儿子被割喉。这父子俩就这么前后脚的团聚了。禁卫军统领到处寻找特纳斯，没想到特纳斯绕到了他身后，在一个小屋子里，两人碰了面，没什么回旋余地，只能是你死我活。特纳斯表现得异常凶狠，几个回合下来，他顺利地杀死了这个背信弃义、拿钱不干事的骗子。白色狮子咬死了饲养员，逃出了牢笼。鬼使神差地碰上了垮梅母子。垮梅引着狮子来到决斗场，狮子开始疯狂地咬人。垮梅奋力冲着狮子嘶吼，吸引狮子的注意力，然后狮子和垮梅上演了一场人狮大战。此时的垮梅不再是以前那个小猎人，在经历了决斗场残酷的生死训练后，他早已锻炼成一个身经百战的斗士。一头狮子对他而言不在话下，几个回合他就巧妙地躲过狮子的攻击。这一次他看准时机，当狮子猛扑过来时，一刀扎进了狮子的心脏。杀死狮子后，垮梅表示这都是罗马人的错，大家都是受害者，让我们一起诅咒罗马人吧。多米提安跟着哥哥来到港口的营地，证人证明接到多米提安的命令，故意延误了运粮的时间。提图斯愤怒不已，斥责弟弟罔顾自己的信任。他决定把弟弟的罪行公诸于世，然后找一个良辰吉日把多米提安处死。就在这时，帐篷外马蹄声大作，特纳斯收买了禁卫军，匆匆赶到。他们杀死了卫兵，干掉了将军，救下了多米提安。皇帝提图斯束手就擒，但他并不打算就此放弃。他努力说服兵变的禁卫军，自己愿意出更高的价钱和官职来换取倒戈。特纳斯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扯了一块棋子进来，亲手勒死了皇帝。这场宫变大戏终于降下帷幕。多米提安安排特纳斯打扫现场，编造一个哥哥死亡的理由，然后自己起驾回宫，召开元老会议，准备正式登基。在元老会上，多米提安发表了一场毫无说服力的演讲，以至于最后他宣布自己要当皇帝时，好半天大家都没有反应。最后元老们觉得要再不站起来，估计是无法散会了，于是不得不站起来赶紧结束。卡拉把小女儿托付给了埃利亚。特纳斯如愿地住进了市政官的豪宅，他原谅了卡拉，并想向卡拉表白，但卡拉抽身而去。多米提安独自回到竞技场，戴上了皇冠，坐上了王位。好的，本剧讲完了，最后一集在无比仓促和凌乱中结束了。多米提安篡位谋杀情节引发了观众对历史准确性的关注。在剧中，多米提安通过暗杀兄长提图斯的方式篡位，这一情节明显与历史事实有所出入。历史上，提图斯是死于公元81年的疾病，并非被多米提安暗杀。这种虚构的改编虽然增加了戏剧性，但也模糊了历史与虚构之间的界限，可能会导致观众对真实历史的误解。这样的改编可能可以增强叙事的张力，使剧情更加引人入胜，但这种处理方式也使得剧集在历史的准确性方面有所牺牲。多米提安这个历史人物在继位之后，搞得罗马上下都不怎么消停。他上台以后，表面对罗马市民挺好的，
搞了不少的惠民措施，比如减税、加强基础建设，还特别注重公共秩序的维护。按说这些事儿都是好事儿，但他有一个大毛病，就是特别爱搞独裁。谁敢对他大不敬，那可真是一点情面都不留，直接下狠手。他推行的独裁统治，搞得元老院那帮老家伙对他又是怕又是恨。多米提安还特别疑神疑鬼，总是认为自己会被谋杀，于是对贵族元老的监视和打击越发的严厉。结果这一系列的高压操作，不仅没有巩固他的地位，反倒激起了更多人的反感和反对。最后他的结局也不出意外，在公元96年，多米提安真的就被自己的禁卫军长官和几位宫廷官员联合暗杀了，死得挺惨的。他死之后，元老院恨不得把他连名字都给抹去，搞了个记忆除名，意思是这个人大家都甭提了，就当没存在过。总结一下多米提安的统治，早期还是有点成效，但后期完全就被独裁和猜忌给毁了，最终落了个凄惨的下场。他的死使得罗马后来的统治者吸取了教训，不敢再那么肆意妄为了。最后一集里有挺多不合理的地方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。总而言之，最后一集为了戏剧冲突，不仅改了历史，还把很多人物的行为和事件的合理性都给修改了，让人看到最后感觉到无比荒诞。这个句号画得并不算特别完美。It's all right, son. Just do what you can to keep my son alive. I will. 好的，本集就聊到这儿，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，欢迎大家点赞关注，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，我们下期见。